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立冈诚一先生所著的《90%的人都搞错了的碳水化合物摄取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99%的人都在犯的错误糖质限制法，以及它让身体出问题的真正原因；第二，医生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最健康、堪称奇迹的碳水化合物真面目。首先是第一部分，99%的人都在犯的错误糖质限制法，以及它让身体出问题的真正原因。说到对身体有益的营养素，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营养素吧。相反，一提到碳水化合物，很多人脑子里浮现的就是吃了会胖、容易得糖尿病等不太好的印象。不过今天我希望你先把这种刻板印象放在一边，重新思考一下。其实，尽管很多人对碳水化合物抱有不好的印象，但对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却有很好的印象，对吧？事实上，根据多项研究表明，多摄取膳食纤维不仅能改善肠道环境，还能预防癌症和各种疾病。而且大规模研究也证实，摄取膳食纤维的人死亡率大幅降低。所以，膳食纤维是我们必须摄取的营养素。不过你可能会惊讶，其实膳食纤维本身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膳食纤维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其实分成很多种，主要可以分为糖质和膳食纤维这2类。我们体内真正有害的是其中的糖质，而并不是所有碳水化合物都是坏东西。最重要的是碳水化合物中糖质与膳食纤维的比例。举个例子，纯膳食纤维就是糖质 0%、膳食纤维 100% 的碳水化合物，而纯砂糖就是糖质 100%、膳食纤维 0% 的碳水化合物。哪个更好？答案显而易见，当然是糖质 0%、膳食纤维 100% 的碳水化合物对身体好。不过，实际上比这个更理想的是糖质 10%至 20%、膳食纤维 80%至 90% 的碳水化合物。典型代表就是玄米、糙米。玄米富含膳食纤维，糖质适中，是非常理想的主食。为什么玄米对身体好呢？关键就在于糖质和膳食纤维的平衡比例优秀。也就是说，碳水化合物只要吃这种糖质和膳食纤维比例良好的食物，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必需的重要营养素。今天我就要给大家介绍这种糖质和膳食纤维平衡优良的优秀碳水化合物。至于具体该吃哪些食物，稍后视频后半部分再详细说明。这本书的作者明确表示，通常健康法多多少少都需要一些忍耐。如果你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忍耐，在方法变得辛苦的时候，就很容易坚持不住，最终也放弃了。这种放弃又会带来罪恶感。比如，减肥的人突然实在忍不住，去吃了汉堡，之后就陷入强烈的自责和懊悔。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吧？其实，在健康管理中，陷入自我嫌恶是最糟糕的状况，因为一旦开始讨厌自己，就会连追求健康的念头都一起放弃。另一方面，就算偶然碰巧成功了，如果不明白为什么能成功，就无法把成功的方法复制下来。也就是说，缺少成功的再现性，所以长期来看还是无法持续，很快又会回到原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作者强调，那种不用动脑、靠直觉执行的健康法，绝对无法持续。不仅是减肥，饮食习惯的改善也一样。那种只要做这个就行的简单方法，基本都行不通。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正确实践健康法，并且坚持下去呢？作者指出，秘诀就在于正确理解。无论是减肥，还是为了健康的饮食，都绝不能放弃思考。要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好，为什么非吃不可，要有这个清晰的认识。要理解自己选择吃什么、不吃什么，会对自身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明白并接受了这些理由，再去执行。另外，必须明白的一点是，
习惯绝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比如，那些天天吃甜面包的人，不可能从明天起就完全戒掉。所以，健康法必须是循序渐进、慢慢习惯化的过程。通过这样长时间逐步调整，慢慢养成新的生活习惯。而想要顺利完成这段长期习惯化之路，最重要的依然是正确的理解。想要不半途而废，我们就必须接受缓慢改变的过程。但很多人恰恰就是无法忍受慢慢来，总想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不过，正是通过理论知识，我们才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才能安心接受慢慢改变的现实，并且理解为什么这东西不能吃，为什么那东西可以吃，还能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那么，刚才讲了非常重要的前提内容，基于这些前提，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弄明白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应该吃碳水化合物，还是不该吃？这里我会结合科学依据来给大家简单易懂的说明。现在市场充斥着各种健康法，其中最近特别流行的就是完全不摄取碳水化合物的低糖减肥法。确实摄取过多糖分对身体不好，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糖分会导致血糖值急剧上升，然后又迅速下降，进而引发注意力涣散、疲倦感。此外，糖分的剧烈波动也会影响胰岛素分泌，成为导致2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诱因。而且，根据最新病理学研究，糖分还会导致细胞发生糖化反应，加速细胞老化，诱发癌变。因此，现在大家都认同摄取过多糖分有害健康，几乎成了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糖分就该完全为零。重要的是要理解糖分是如何作用于身体，并且弄清楚对自己而言最合适的摄取平衡是多少，然后有意识地去调整。因为碳水化合物并不完全是坏东西，它其实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正如前面说过的，碳水化合物里包含了非常重要的食物纤维，而糖分也不是完全不能摄取，人是不可能靠完全断糖来生活的。事实上，长期不摄取碳水化合物有多糟糕，已经通过多项研究得到了证实。比如，美国一项历时25年、涉及15万人的大型研究表明，当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低于总热量的40%时，死亡风险会升高，寿命也会缩短。而且，摄取过少碳水化合物还会显著提升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风险，甚至心脏病死亡率会提高将近50%。此外，不摄取碳水化合物还会增加癌症死亡率，加重脑梗塞的风险。在名古屋大学针对8万名日本人的调查中也发现，不吃碳水化合物会导致极端体重下降，引发多种健康问题。尤其是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种极端体重下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到了60岁以后，很多人会出现想吃也吃不下，强行进食也容易掉体重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还减少营养和热量摄取，身体会逐渐瘦弱，骨质疏松，肌肉流失，稍微摔一跤就容易骨折。而且60岁以上一旦骨折，恢复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因此长期卧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当然，也有研究证实，糖分摄取过多对身体有害，所以碳水化合物其实是摄取过多也不好，摄取太少也不好，关键是平衡。不过，这个道理其实适用于所有营养素，比如为了预防贫血，适量摄取铁分很重要，但如果铁分摄取过多，就会堆积在肝脏，导致叫血色病、肝铁沉积症的严重疾病。因此，再好的营养素也不能过量，最重要的是均衡。而且这个怎么把握营养平衡的问题，是靠那种彻底不吃的单纯减肥法根本解决不了的。那么，究竟如果不摄取碳水化合物，会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碳水摄取过多会怎样？血糖飙升、糖尿病、肥胖风险上升，这些无需赘述。
而很多人认为碳水化合物是越少越好，但这种认知是错的。因此，这次专门来说明不摄取碳水化合物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能量不足。作者提到，虽然战后日本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患病，但如今看起来，现代人即使能量不足，也不太容易生病。原因是现在大多数人不是靠碳水摄取热量，而是靠脂肪。现代饮食，尤其是外卖、便利店、快餐食品，基本都是高脂肪饮食。即便有人开始关注像 EPA、DHA 这种好脂肪，但现代人实际摄取的大多是对身体有害的劣质脂肪。所以，现代人是靠大量劣质脂肪的热量来勉强弥补碳水不足导致的能量短缺，就像战后靠强心针勉强撑着一样，表面上动得了，其实身体早已透支。而且，这种慢性能量不足会诱发致命疾病，其中最危险的就是肌肉被分解。我们骨骼中有一半成分是蛋白质，当糖分转化的能量不足时，支撑骨骼结构的蛋白质就会被优先分解，结果导致骨头疏松变脆，一摔就断。而且，碳水化合物限制还会导致食物纤维摄取不足。之前反复说过，碳水化合物包含糖分加食物纤维，一旦你限制糖分，自然就会减少碳水，结果导致食物纤维的摄取量也严重不足。食物纤维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关键是，我们要通过合理摄取碳水来保证适量糖分加足够食物纤维。最后，必须说的是，饮食的乐趣也很重要。追求健康的人常常会过于刻板，什么有害就全部拒绝，只吃所谓健康食品。这本身没有错，但人活着不仅靠身体，心灵的健康也很重要。如果饮食过度节制，生活中失去了食物的乐趣，最终会导致心理压力、精神压抑。大家或许听过主观健康寿命这个词，意思是自己感觉健康的年限，即使实际寿命很长，如果觉得人生无趣、饮食痛苦，那样的长寿其实毫无意义。最近，主观健康寿命，自己感觉我很健康的时间，这个概念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发现，它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举个例子，抑郁症患者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叫做一病妄想的状态，也就是明明身体没病，却总觉得自己生病了。这种情况会导致主观健康寿命远短于实际寿命。相反，如果是那种超级乐观的人，即使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隐患，他也会觉得我超健康，完全没问题。这种人的主观健康寿命就会特别长。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极端状态其实都不好。主观健康寿命太短，就说明心理状态很差，容易悲观、焦虑、压抑；主观健康寿命太长，虽然心态很好，但容易忽视身体真实出现的健康隐患，错过及时治疗的时机。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主观健康寿命维持在适当水平。那怎么做到呢？平时保持规律、健康的饮食管理，偶尔也要放松自己，尽情享受美食。比如说，那些主观健康寿命太短的人，即便身体明明健康，却过度在意体型、胆固醇数值，强迫自己节食、过度控制，结果不仅影响了身体，更容易让心理出现问题。而主观健康寿命太长的人，则总是不顾健康的胡吃海喝，虽然心态很好，但身体却早已不行。所以，处在这两者之间，拥有平衡感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平时注意健康，偶尔放松享受美食，这样的生活节奏才是理想状态。换句话说，碳水化合物和糖分也不必完全戒掉，反而是为了心灵和身体的双重健康，应该偶尔适量摄取。最近的研究还发现，如果一个人的主观健康寿命太短或太长，都会显著增加将来需要护理照护的风险。由此可见，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可取的。
合理均衡的摄取碳水化合物，才是真正有益健康的做法。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医生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最健康、堪称奇迹的碳水化合物真面目。我想和大家介绍2个医学上公认的正确碳水化合物摄取方法。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就是冷却后的主食。不过，虽然摄取碳水化合物有维持能量的好处，但同时也容易导致糖分摄取过量。那要怎么做，才能既高效又健康的摄取碳水化合物呢？这时，我希望大家务必去尝试的，就是把主食放凉了再吃。其实，研究发现，只要把碳水化合物冷却一下，其中的食物纤维比例就会神奇的增加，几乎像魔法一样。正如之前所说，碳水化合物主要分为食物纤维和糖质2种。例如玄米、糙米这种主食，食物纤维多，因此很健康；而白米则因为糖分高，常被说对身体不好。但即便是白米，只要冷却一下，它的食物纤维比例也会提升。这就是所谓的奇迹。这背后的秘密，就是叫做抗性淀粉的成分。实际上，白米中的糖质主要是淀粉，而这个淀粉在冷却的过程中，会一部分转化成抗性淀粉。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碳水化合物中糖质和食物纤维的平衡非常重要。然而，很多日本人平时要么食物纤维摄取不足，要么即便摄取了，也偏向某一类型，导致不均衡。这时候就轮到抗性淀粉登场了。抗性淀粉本来是糖质的一种，但它却能兼具2种食物纤维的作用，可以说是最强的碳水化合物。而且，这种最强的碳水化合物，只需要把米饭放凉就能得到，是不是超级简单？事实上，实验表明，冷却后的米饭，抗性淀粉的量是热腾腾米饭的1.6倍。不仅如此，抗性淀粉还有改善肠道环境的绝佳效果。一般糖质进入肠道，会很快被吸收，导致血糖值飙升；而抗性淀粉却是缓慢分解成葡萄糖，血糖值不会骤升，而且还是肠道内益生菌的优质食物。这些益生菌在吃掉抗性淀粉后，会在肠道内生成一种叫短链脂肪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瘦身脂肪酸。此外，抗性淀粉还能在肠道内变化形态，吸附有害物质，同时将益生菌和短链脂肪酸一路送到直肠。因为直肠癌是日本人高发癌症之一，而这个过程正好可以预防直肠癌，这也是抗性淀粉的超强优点。因此，想要健康均衡的摄取碳水化合物，第一步就是把主食冷却后再吃，请大家务必尝试看看。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种最健康的奇迹碳水化合物的正体是马铃薯和红薯。为了健康，大家不仅仅要吃米饭这类主食，还绝对不能忽视含有大量抗性淀粉的芋类食物。众所周知，芋类富含大量的淀粉，所以抗性淀粉含量也非常丰富。比如马铃薯，研究发现，先加热后冷却的马铃薯，抗性淀粉会爆发性的增加。因此，手工制作的冷藏土豆沙拉被认为是最棒的抗性淀粉食品。不过这里要注意，超市里卖的是瘦土豆沙拉，不推荐食用，因为其中含有大量添加剂，从健康角度来说是不理想的。所以吃土豆沙拉时，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说到芋类中的抗性淀粉，最棒的当属红薯了。冬天吃烤红薯是一种习惯，刚烤好的温热香甜的烤红薯当然很美味，但其实这样吃有点可惜。就像之前介绍的米饭和马铃薯一样，红薯冷却后抗性淀粉含量才是最高的。此外，红薯还富含多种健康营养素，比如多酚类等。科学也证实红薯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所以不只是米饭，以后将冷却后的红薯作为主食之一，也是非常好的选择。非常注重健康的人当中，其实有不少人把红薯作为主食。另外，
冷却后的红薯饭也极力推荐尝试。希望通过这次讲解，大家能够重新认识碳水化合物，明白它其实是身体必需的营养素，而不是敌人。只要掌握正确的摄取方法，比如合理平衡糖质与膳食纤维，尤其是尝试把主食冷却后再吃，以及适量摄取富含抗性淀粉的马铃薯和红薯，就能既享受美食，又兼顾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